今天我们来赏析一首邵雍的诗，名字叫《闲行吟》。买补机易是买易，病身何药可能医？梦中说梦重重望，床上安床叠叠飞。列子御风徒有带，夸夫逐日岂无疲？劳多未有收工处，踏尽人间闲路奇。公元1070年，宋神宗赵顼熙宁3年，邵雍这一年60岁。这是王安石变法正式开始的第2年。这一年，邵雍的许多门生故旧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而欲辞官而归，以书问于邵雍。在这个背景下，邵雍在这一年一共写了50余首诗，其中《闲行吟》是这一年中写的比较早的。《闲行吟》一共有3首，今天我们只赏析其中的第3首。这首诗的主题是破之和内求。邵雍通过对术数、异端、求奇、劳形助攻的讥讽，层层递进地批判了世人向外追寻、依赖外物、徒劳奔波的生存状态，最终指向他所倡导的内心安宁、自在闲适的境界。首联：买补机易是买易，病身何药可能医？开篇即亮明观点，石破天惊。机易出自《尚书洪范》，意思是用卜筮决断疑难之事。世人遇到疑惑，喜欢去占卜以求答案，但是人们往往会因占卜而产生更多疑虑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假如你占卜明年的运程如何，在占卜之前，你只有这一个疑问，那就是明年咋样？也许隐含着明年会不会发财，有没有桃花运等这些高频率的问题。但如果占卜预言你明年会有凶险，根据这个预言，你的疑问肯定会立即产生一大堆，比如凶险什么时候发生，发生什么样的凶险，发生凶险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凶险，还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呢？有没有办法避免？如何消灾解难？如果问到了如何消灾解难这一步，说明你已经上钩了。接下来还有更多繁琐的禁忌和动作要做，直到把你吃干榨净。而事实上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，每天都要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小到喝凉水塞牙缝，大到丢了卿卿性命。但平常人们更多见的是那些不大不小的磕磕碰碰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从买补机易到买到更多疑惑，根源是什么呢？根源是心，因为心病不去，向外寻求再多也是无解。所以到人们的病已深入心灵时，那无论什么药也医治不好了。心病只能心药医。你明年发了一次财，走了一次桃花运，你的情敌遇到了大麻烦，你的孩子有了一个好前程，诸如此类的安慰剂、保健品，充其量也只有那么点安慰的作用，没办法去解你的心病。其次，从另一方面看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有些事需要你履霜的时候就应该去做了。当你一错再错，终于错到不可解时，如来也没有万全法。而有的病，正如人的生老病死，它是必然的规律，人们应该早点明白，顺时而作，随时行乐。非要等到青丝变白发时，可惜人无再少年呐。颔联：梦中说梦重重望，床上安床叠叠飞。金刚经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在佛家的视角下，我们整个人生和所处的现象世界本身就是虚幻不实的，如梦如幻。在这个大梦里还要去讨论吉凶祸福，这就是说梦。在梦里说梦，岂不是双重虚妄吗？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一天到晚累个半死，
倒头一觉睡到天亮，生活中也没有什么梦不梦的。倒是那些有了点名和利、权和势的人，他们才是做梦的主力军。他们会怎样去做梦呢？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床上安床。床意味着人们已经有了安身立命之所，有了自己的容身之地，当了官，有了势，成了名，得了利。可是还嫌不够，还嫌少，还要追求更大的官，更强的势，成更大的名，得更多的利。于是只能是床上安床，通过安床架屋、著书立说、圈地、占山头、占码头、拉帮结派、结党营私等等的手段，去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声望。在佛家的眼里，人们本身就是有具足的心性和真理，甚至是生来就有的这种具足，就是一张床。可是世人并不满足生来具足的心性，非要向外追求什么真理、学说、智慧，这就是在床上安床，结果只会离自己的心性和本质越来越远，成了喋喋飞。这是对床上安床的第二种解释。净莲，列子御风徒有带，夸夫逐日岂无疲。这里运用了两个典故，反而是最好理解的部分。列子御风，传说中列子能乘风飞行，但是他仍然有待，他要等风来呀，需要依赖风这个外在条件。虽然在我们普通人眼中，等风就等风呗，能乘风飞行就很牛啦。但是在邵雍看来，这还不够究竟，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无待的，不依赖任何外在条件的内在逍遥。夸夫逐日是指夸父追赶太阳，志向宏大，但结果如何呢？力竭而亡。这是在批判那种盲目向外追逐、不知足的功利行为，最终只会带来疲惫和毁灭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咱们自己有什么本事，有什么见识，能比得上列子吗？比得过夸父吗？连列子夸父都徒劳无功的事，我们还用去痴心妄想吗？尾联，劳多未有收功处，踏尽人间闲路奇。不要说我们普通百姓了，就连那些肉食者们、列子者们、夸父者们，都徒劳无功的人生，他们最终都找不到真正的归宿，也就是诗里说的收功处，或者用佛家的话说叫结不成正果。也许是匆匆忙忙的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也许是连滚带爬的阴差阳错，甚至还可以再说的绝对一点，古往今来，凡是以术数谋荣华富贵的，以方术谋帝王霸业的，没有一个能成功的，包括神机妙算的蜀相武侯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为什么这些社会上的佼佼者们会没有收功处呢？历史学家最喜欢解答这个问题了。他们会从时代背景、历史规律、社会发展的主流等方面进行宏大的叙事，但是邵雍只用了3个字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，那就是闲路奇。闲路是指那种舒适悠闲、鼓吹能让人们快速发家致富、扬名立万的捷径之路，而奇路是指那些只渡有缘人、能得大智慧、能识真造化的旁门左道、歪门邪道。越是有资源、有背景、有关系的，也许就喜欢这样的捷径和旁门左道的小路。这些路在追求功名利禄者的眼里是无价之宝，但在邵雍看来都是偏离了人生大道的闲路和奇路，永远不可能走到其收功处。邵雍曾说，自从会得环中意，闲气胸中一点无。看来他确实走出了闲路奇这些捷径和左道。那么邵雍眼里的人生大道坦途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下一个视频我们也将继续赏析他的闲行吟的第2首诗。再见。